安装工的噩梦，灵红三脚架，10干9翻车，这不翻车了。点赞一下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，看到了吗？三脚架，可怕的三脚架。这是厂家配的膨胀螺丝，空心墙这种螺丝怎么用？根本用不了。那就想个办法吧。这是上次装完幕布剩的一套这样的螺丝没有用上，今天试试它行不行。咱先看一下它的工作原理，它是用6角扳手拧的，在拧的过程中这个螺丝会膨胀，感觉不错。话不多说，开干。墙排水管太长了，直接切掉。这套浴室柜是我那天来装这个马桶，那2个师傅本来是一起来装这个浴室柜，他们是带货的2个人，带过来以后一看这个情况，它这个里面的墙体是什么墙呢？就是那种隔板墙，双层隔板墙，隔出来一堵墙。师傅过来直接一敲，哎呀，不具备安装能力，放下柜子就走了。现在柜子在这儿呢。这个安装其实问题很多，那天我们排查就是排了尺寸，总体按出来是比较高的。这种柜子按80公分高刚好，你要是按到85就太高了。它这个角阀和这个下水管留的太高了，来的话就压在这儿，然后这边你再空的话，再加上岩板就高了，困难重重。中间柜子和台盘的距离还得留够那个下水管的距离，下水管要不然顶在柜子上。这柜子是好柜子，实木的。这个柜子如果要正常安装的话，它那个比例稍微协调的话，柜体的总高度必须降到50，但是里边的情况，降50的话，你想这个板就得裁了，这个角阀口朝下，把这个板裁掉，让这个板放到这里，才能降下5公分。切割实木板，万不得已还得用这灵红切割片。我也看见。接下来专业操作，新手切勿模仿，能不用者千万不要用。这一段立板全部裁掉了。为了降低高度，这个管一点都不能留。为了比例协调，降下来也是万不得已。车梁与瓷砖平行，定位打孔。对呀，真的当饭吃和黄油。打的是8毫米的孔，然后就是用他们厂家带这个脏管，孔打的小一点，这个扎的时候，打这个孔建议大家用飞镖9毫米的钻头。安装之前，我们在背板上打上一圈玻璃胶，增加它的承重能力。为了让客户放心，我来试试吧，140斤。最重要的环节来了，安装这个三脚架。这个三脚架是用方管焊的，然后我打算给它用这个螺丝。但是用这个螺丝呢，单层才能用，双层的话是不够的，这边是不够长，只能给它把这切了，用这个单层，这边有这个斜撑，它结构是不会破坏的。固定三脚架的位置呢，具体尺寸是根据台盘来测量的。三脚架的安装高度呢，是根据这一套柜子的整体比例来确定的。打透瓷砖，很明显里面非常的空。把这一套螺丝组装好，把它装在上边，让它在上边承重，希望它能行。下边的螺丝呢，就用厂家带的这个螺丝，这只起一个辅助作用。第一次用这个螺丝，感觉信心满满心想它这个原理是可行的。
后面越拧越感觉不对劲，分分钟就打裂了。这是拧完的效果，一拔就出来了。果然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在拧的过程中，这个螺丝竟然拧成了麻花，这和刚才完全是两个样子。这么一弄，螺丝孔也弄大了，现在没有办法，只能用这个木楔子了。在现场我们解决问题，也只能临场发挥了。之前安装类似的柜子也这样弄过，我打算找一个拧浴室柜的这个粗螺丝，这样直接拧到这个木楔子里面。这个螺丝比较粗，在拧进去的时候，这个木楔子会撑裂，然后这样胀的会比较紧。下面的辅助螺丝还是刚才的膨胀螺丝，这样拧起来感觉还行，但是一个支架把我撑起来，我感觉不一定。这是另一个，装好了一起测试。两个架子都固定好，撑我应该是没问题。这个1.2米的台面，重量的话应该就是50-60斤吧。它还没我一半体重，这就是刚才我们的柜体为什么要往下降。看到这个下水，大家都明白了吧？柜体的下水孔还要裁切，不然下水的这个孔是对不上的。台面既然搬上来了，那我们先把镜柜安装好。这是2个支撑器。安装镜柜的话，这个非常好用，它的调节范围呢，我们正常的安装都是足够用的。尤其是一些偏大的柜子，放到位以后，如果我们要略微的调高调低，这个都是非常方便的，因为它是一个正反式的设计，这样我们画孔的时候就非常轻松。这个打孔感觉非常轻松，因为这个是普通的墙砖，我们用3角砖头就可以打孔。装好后逆时针旋转，撤掉支架。关于台面的承重，我们还有彩蛋。在台面的前端靠墙的一侧，在这里打一个6毫米的胀管，然后固定一颗螺丝。这一颗隐蔽的螺丝对这个台盘起到一个很大的支撑作用。现在我们把盘再一次的拆掉，要解决2个问题。第一个是下水的问题，第二个就是这是个抽拉水龙头，有一个重力锤要在这里经过，所以这一块要进行一个切割。孔我都开好了，可惜没有曲线锯，无奈我还有角磨机。我一亮出这个小宝贝的时候，大家是不是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？这不又一次平安落地。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重力球得有多尴尬呀，似乎它就不应该存在呀。还有这个尴尬的下水管，看看它的灵魂走位，感觉能装上去都是一个奇迹。为了让它抽拉顺畅一点，这个柜子又开了一刀，这一次毫无保留，直接给它干通了。大家似乎也发现了，装这么一套柜子时，问题一个挨着一个，困难一个一个去克服。这也是很多师傅看到直接走人的主要原因。如果不是认识这个活儿，我也未必会接，因为安装这一套柜子，我大概花掉平常安装3套柜子的时间。虽然做不到十全十美，但是我已经尽力了。最后我们的收尾工作，测试上下水有无渗漏。柜门和抽屉的间隙是否匀称，是否需要调节。镜柜的柜门调节，还有镜前灯通电测试。一切正常，验收交工。风水劲儿。